林子，这刹车皮都磨成纸了，你给我想想办法，换新的不划算。叔，这不仅是刹车皮的事儿，刹车盘都起槽了。我给你焊个补丁上去，能撑3天，3天后你必须得换，不然就得拿脚刹。行，只要今天能跑就行，快点。易付宝到账50万元。是我，那个刚才是不是转错账了？我这修车收这么大额的定金，我也找不开。转错，那是定金。我在同城大神 APP 上看到你的接单记录，你是唯一一个评分满分且接急单的。我发给你的图纸收到了吗？苏小姐，你确定这个尺寸是认真的？5000毫米，这可不是摆在桌子上的玩意儿。当然认真，所有的参数都按图纸来，必须一模一样。既然客户要求一模一样，那就别怪我手重了。老王，开门，来大生意了！林疯子，这大半夜的你发什么癫？又要掏什么破烂？不要破烂，要硬货！我要那台报废的地压低压底盘大梁，还有高压涡轮风扇，还在不在？都在是都在，但那都是私铁，你要干嘛炼钢啊？做个礼物，给个大人物做个寿礼。普通模型用骨架搭个空壳子就行，但那是糊弄鬼。我林墨的作品必须是神。既然要还原，那就得能做人。要效果，要武器。行，客户就是上帝。这玩意儿是不是做的有点太真了？完了，出不去了。天哪，那是什么？变形金刚？拍电影吗？小心点儿，别磕着！老板，你这那是模型啊，这特么是实心的铁坨子吧？我的避震钢板都快压平了。刘师叔，稳住，那就是个艺术品。为了防风，稍微加重了一点底舵，你别急刹车，那东西重心高，惯性大。苏晴，还在等那个破模型呢。听说你找了个修电瓶车的师傅做的，还要做个5米的。你是想送个5米的塑料泡沫，把爷爷气坏吗？我的事不用你管。停下！这里是私人庄园，重型卡车禁止入内。你好，我是送货的，苏晴小姐订的大件快递，真的是模型。太大了，比图纸上还要大。苏小姐，幸不辱命，昨晚连夜赶工，为了保持神秘感，这红布最好等到仪式开始时再揭开。压坏了我赔！开门，让他们把车开到主楼前面的草坪上。故弄玄虚，做得大有什么用？我看你怎么收场。故弄玄虚，做得大有什么用？我看你怎么收场。没什么，就是提醒一下，待会儿离远点。这东西气场比较强，容易伤着人。你臭修车的！那是什么？听说苏家二小姐送的礼物这么大，不会是送了座假身吧？我看像是个充气城堡。这有钱人吃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这虾肉比我汉朝都粗。看来今天的验收标准会很高啊！我在电视上见过这老头，是个比我还轴的技术狂人。希望我的手动挡设计，这老头能玩得转。老陈，北边的情况怎么样了？不乐观，影响过你们最新的外轨格技术突破了。咱们的玄武外轨格动力源还是不行，电池密度不够，士兵动作笨重的像企鹅，上战场就是活靶子。基础材料学这块不是一朝一夕能赶上的。爷爷，陈伯伯，月月啊，爷爷，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是我特意为您准备的礼物，您肯定喜欢。咦，这是英国那个猛禽外骨骼的模型。陈伯伯好眼力，这是我托朋友从英国军工实验室搞到的，膝关节是多转动结构，国内现在还做不出来呢。确实精巧，这个球形关节完全没有虚位，咱们的加工速度确实还有差距啊。王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哎呀，堂姐，你的礼物呢？该不会就是门口那个被红布包着的大东西吧？爷爷，陈伯伯，我也准备了一个机械模型。那么大，老苏，这是把哪里的变形金刚雕塑搬来了？堂姐，
你不会是被搞装修的骗了吧？这一看就是泡沫雕塑，爷爷最讨厌华而不实的东西了。不是泡沫，是金属的，还是定制的？既然来了，那就去看看吧。林墨，你人呢？快过来，万一穿帮了，你得帮我解释。这东西不需要解释，这可是男人的浪漫。堂姐，掀开吧，让我们开开眼。死就死吧，林墨，你要是敢坑我，我做鬼都不放过你！这。这焊缝，这是鱼鳞焊，不对，这是深熔焊。这种厚度的钢板，怎么可能焊得这么平整，完全没有热变形？还有这个液压管路的设计，这是双回路冗余设计。天哪，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布线！这不是模型师能做出来的，这是顶尖机械工程师的手笔。怎么样，王月？这就是我的泡沫雕塑，比起你的那个小玩具，不知道爷爷更喜欢哪个？哼，也就是个大点的壳子罢了，外表做再像有什么用？里面肯定是空的，或者塞满了废品。爷爷这东西肯定动不了，就是个摆设。堂姐，既然做的这么逼真，那你敢不敢把架子放开让我们看看，或者让它动两下？动？我哪知道能不能动啊？App 安装包发你了，连接蓝牙，密码123456，千万记住，别点那个红色的火力全开按钮。开就开。欢迎登录。驾驶员，系统自检完成，能源核心输出功率15%。天哪，这 app 做的也太高级了吧！装神弄鬼，把它关上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走两步呀！老苏，你来看 ，TC4 钛合金重铸这种工艺，只有航天局的那个真空熔炼炉能做吧？这是4路档超导电缆，里面走的是高压直流电。老苏，这如果是模型，谁会给模型通高压电？我就轻轻推了一下。林墨，你这个设备的响应数值是不是太高了？我刚才差点碰击旁边的障碍物，上面的接口也太多了。你就正常推杆就行。最重要的是，你右手边有个红色封闭保护盖，里面有个保护性按钮，注意先不要触碰。保护阀门，这是什么？那是为了给你爷爷祝寿准备的声光模式，可能信号波部稍微不稳定那么一点点。动了又怎么样？笨重的像个乌龟，肯定是遥控的。林墨，这个烟花安全吗？只是发光冒烟，对吧？王月，既然你想看热闹，那我就给你看个大的。天哪！我记得我装的是普通发光管啊，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发光效果？难道昨天晚上接错线，把那个备用电源模块接进去了？那个烟花是不是有点太猛了？老苏，你个老狐狸，你跟我哭穷，你说技术被卡脖子，这是什么？你他妈管这叫模型？老陈，你信我，我真不知道，这要是我们家研发的，我至于连个10厘米的模型都做不出来吗？我是陈建国，立刻马上给我调一个加强安保营过来，定位我的坐标。这里出现了一台，不是一台可能改变未来格局的战略级资产，把周围10公里给我封了，一只鸟都不许飞。苏晴丫头，别动，千万别动，快去拿软装垫垫在机甲脚下，别让它磕着了，这可是宝贝啊！所有人配合交出通讯设备，签署保密文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传导性能太强了，这种连接逻辑比我们现有的方案还要高效许多。这台设备到底是哪里出产的？是不是哪个专业研究院的作品？陈先生，我真的只是在软件上找了个焊工做的，我就是想做一个祝寿的展示模型，我也没想到效果这么特别。放开我，我是来结账的。就是他，陈伯伯就是他做的。几位领导，这事儿赖我。那烟花确实劲儿大了点儿，但我声明啊，那假山本来就有点裂缝，我这是帮你们拆除隐患。小林啊，你老实交代，这台机甲到底是哪儿来的？是不是英国那边流出来的原型机？嗨，领导，您太看得起我了。这就是我在修车铺里焊出来的常规操作，我自己一个人做的。一个人？你自己一个人？也不是，隔壁废品站的老王帮我抬了一下钢板。小林啊，你是怎么解决能源传输损耗的？我们算了很久，导线早就该烧断了。哦，那个简单，我在导线外面涂了一层石墨粉，然后用高压锅蒸了一下，这样电阻会变小，还能散热。这不是很基础的土办法吗？我看网上教程学的。出了低阻材料，通下土办法拖出1级安保中心，1级绝密，把这里的所有记录全部删掉。这种材料应用方式，
这种连接逻辑完全超出了我的经验，太精妙了。把这些设计字妥善整理，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小林啊，你那个修车铺生意怎么样？不用翻修了，国家给你盖个新的，不仅带空调，还带全套研发设备。这么好的事儿，领导，你该不会是想让我去修航母吧？我没证啊！没证怕什么？从今天起，国家给你办证，你是最高级别的国宝级焊工。谁啊？林先生，我们看到了您的设计，只有诚邀您担任全球首席专家，研发预算不设上限。不听不听，你们那边的技术标准跟我这儿不兼容，我的专用工具插头都插不进你们的插座，挂了。哈哈哈哈！好一个插座插不进，走，带你去带空调的新铺子。领导，靶场我肯定去，但尾款苏小姐给钱吗？原来他说的那些话全是真的。我竟然还想用100万买断他的技术，我真是个傻瓜。小林同志，哪怕是为了你自己，也请你务必说实话。老先生，我真没骗您，那就是个为了温压的安全防护盒。您想啊，那一堆锂电池串联起来，电压多高啊！我怕电压不稳，出高安全固，就在中间加了几个线圈做分流。那个线圈的缠绕方式，我是照着我奶奶织毛衣的针法的，正反针交替，据说这样不散劲儿。织毛衣啊？织毛衣？你管环形磁场非线性约束叫织毛衣？你知道这个结构的磁流量密度是多少吗？是12特萨。这是目前人类实验室都很难做到的常温超导磁场。你用铜丝和气泡线织毛衣就织出来了。那我也不能说是瞎缠的，我确实是觉得那样缠好看，而且散热快。你要是不信，我把那件毛衣拿来给您看，就在我铺子里的旧衣柜里。老陈，你确定这小子不是装的？天才的世界往往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继续看，好戏还在后头。好，硬件的事我们先放一边。林默，关于多目标感知系统，也就是那能在1秒内感知300个目标并计算出最佳移动路径的算法，我们在代码底层发现了很多奇怪的目镜，比如这号是什么意思？这明明是一种极高维度预判算法，能够空气流动和肌肉微颤来预判目标的移动轨迹。那个赵老师，这其实是我以前玩一个游戏的时候，自己在网上买的一个自描外花就塞进去了。自描？你把一个游戏外挂刷进了这台造价几百亿的机甲里，然后它就成了世界顶级的火控系统。您别说，扫地机器人那玩意儿挺聪明的，撞墙了知道拐弯，跟机甲躲导弹是一个道理。那个超距测温仪能测为极广，而且具备高级抗干扰能力。我看过了，那个罩子里面是一堆我不认识的破烂。哦，那是几个废旧测温仪的一次零件，加一个2手电视测温体温，那肯定能探测到有热量的东西嘛。至于抗干扰那是啥？只要是有温度的或者会动的，屏幕上都会亮红点。林默，总工，如果是要罚款，能不能分期？我那50万虽然到账了，但还没取出来。不是罚款。通过刚才的问话，我们要么把你评定为外星人，要么把你评定为国士无双。我就不能是个普通焊工吗？靶场准备好了，我想看看是你这个模型硬，还是我们的特种重型测试装甲硬。装甲？领导别闹，那就是个铁皮模型，而且我也不会开机甲进行实地对抗啊，我只会开它走路。既然系统是游戏外挂改的，你就当游戏玩，只要表现好，我让国家给你建个核电站专门给你充电。核电站这诱惑有点大，以后焊条想怎么烧怎么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跳闸了。那如果我不小心把你们的测试装甲弄坏了，不用赔吧？你要是能把咱们的顶配测试装甲弄坏了，我给你发奖金，坏1辆我赔你10辆。既然领导这么说，那我就试试。不过说好了，只能用模拟测试弹，不能用破坏性实弹。我怕把我的漆面刮花了，苏小姐还要扣我钱。去综合测试场，让这小子给咱们的重装大队上一课。希望那个测试车别太硬，我的漆可是刚补的。如果赢了，能不能申请把那个坏了的微波炉也报销了？这就是那个模型。首长是不是喝高了？让我们赔一个玩具练手。这么大个目标，如果不动，我一炮能给他轰成渣。咱们可是移动的钢铁堡垒，他那2条细腿能跑多快？我看就是个活靶子。开始吧。
系统自检完成，地形识别、沙地、摩擦系数降低，建议开启越野模式。越野模式，这也有。开启。确认提升至40%，足部抓地爪展开，陀螺仪灵敏度设为最大。3、2、1，开始！这速度比我那破电驴快多了。锁定，定住！闪避成功，预判弹道偏差0.03度。警告：多重信号锁定，建议启动物理应对程序。欺负我没带装备是吧？行，那我把你们当废铁拆了。让你见识下什么叫完美飞跃。1号车丧失动力，炮打卡死。散开，散开！别让他近身，这也太他妈离谱了！徒手掰炮管。既然是越野模式，那就跑起来！给我起！2号车侧翻，丧失机动力。倒车，快倒车！哎呀，没电了，这电池还是不经用啊！早知道多串联几组了。喂，里面的兄弟，这车还要吗？不要我收破烂了啊！看这成色，50块钱1斤我收了。火候？具体的温度参数是多少？持续时间是几毫秒？我哪知道参数啊？就是你焊的时候那个声音，听到那个滋滋滋的，像是在煎牛排，但是不能太响。等到那声音变得稍微闷一点，就像是牛排煎到了5分熟，那时候手腕子要稍微抖一下，把那个什么劲儿给卸掉。这怎么跟你们解释呢？林默同志，科学是严谨的，你要把你的经验转化为数据，这样我们才量产。量产？领导，这东西量产不了，因为每一块金属都是有脾气的。你们看这块板子，虽然出厂处标准是 TC4，但我焊左边的时候电流要大1档，焊右边的时候手得快一点。如果全按统一标准来，这块板子早就裂了。我不信，林先生，这不符合材料学常识。人的触觉运值不可能达到这种精度。你可以数数或者用秤称一下。这里面有32颗 M4 螺丝，18颗 M6 螺丝，其中有1颗 M6 的螺纹滑丝了，还有1颗 M4 的材质不是304不锈钢，是201的次品。全对，连那颗201材质的螺丝都找出来了。那个反重力算法呢？那个扫地机器人逻辑，我们输入到超算里模拟了上万次，机甲每次都会摔倒。为什么你的机甲能跑得那么欢？哦，那个其实代码只是辅助，主要是那天晚上我装陀螺仪的时候，发现那个底座音有点不平，可能那个纸片的厚度刚好修正了误差，垫了一张纸片。林默，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意味着如果那张纸片磨损了，机甲就会瘫痪。不会啊，我用了502胶水粘死了，而且那是苏小姐给我的设计图纸的封面，铜板纸，耐磨得很。散会，都散了吧，这课没法上了。小林啊，既然量产不了，那我们就换个思路，你能不能再做一台？再做一台？苏老，您饶了我吧，做那一台我就掉了2斤头发，而且那是因为苏小姐给了钱，我有动力。现在国家给钱，只要你肯干，你要多少经费都行，而且我们可以给你配最好的助手，不需要你亲自动手拧螺丝，你只要在旁边指挥就行。苏老，其实吧，我也不是不想做，而是这东西它是有命的。那天晚上暴雨，我感觉那堆废铁在呼唤我，我才知道怎么焊。现在让我再做一个，哪怕给我同样的材料，我也做不出一样的，可能会做个更好的，也可能做个一动不动的废铁。我看过你们那个玄武外骨节的图纸，你们太追求完美了，非要搞什么全封闭液压回路。其实吧，你们可以在膝盖这里开个口子装个弹簧，就是那种大车减震用的钢板弹簧。人在走路的时候重力是向下的，利用这个重力压缩弹簧，然后在抬腿的时候释放出来，这不就是起码能增加30%的续航？天才，真的是天才，大道至简啊！我是当时的目击者，我可以负责任的说，那就是个模型，根本没有网吹那么深。苏家为了炒作股票，联合那个炸弹林默搞了这场闹剧。胡闹！这是泄密，让他闹呗，闹得越大，越没人信这是真的，大家都以为是特效，你们不就更安全了吗？这叫战略忽。苏总，公关部已经压不住了，王月小姐买了大量的水军，现在全网都在骂我们，而且还有几个国外的科技博主也在转发，说这是国人的又一次 PP 造车。我知道真相，看着网上这些跳梁小丑的表演，我只觉得可笑。别管啊，可是股价让他们跌到底才好。
通知财务部准备好所有的流动资金，等股价跌到谷底的时候全资回购。苏总，您这是？王月想玩，那我就陪他玩个大的。等着吧，等林墨回来的那天，这些骂我们的人都会跪着把话吞回去。目标确认，工程师在军事基地无法接触，但金主在这里，抓住他就能逼工程师现身。行动代号拆解。家人们，谁懂啊？那个林墨根本没有焊工证，他就是个修电瓶车的。看，这就是所谓的高科技实验室，这种地方能造出机甲，这不就是把咱们当傻子耍吗？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林墨，你还有心思补漆？看看网上把你骂成什么样了。别介啊，领导，这骂的挺有创意的。如果这机甲是真的，我直播道里吃怪办。一艘货轮突然改变航线，正在向中海市海域靠近，信号源头直指苏氏集团。苏氏集团，冲着苏晴去的，我得回去。胡闹！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已经派了特战小队去保护他了。你要相信我们。我相信你们，但我更相信我的手艺。他就是个给钱爽快的傻白甜，我不能让他替我扛雷。领导，这玩意儿修好了，能不能测试一下城市防卫科目？我有办法不被发现。您忘了吗？我有那几个微波炉改的隐身涂层，还有贴地飞行模式。你们是谁？我要报警了！苏小姐，这么急着去哪儿？我们老板想请苏小姐去公海喝杯茶，聊聊那位焊工的故事。带走。打扰一下，请问这里是苏氏集团地下车库吗？我是送外卖的。既然你们先动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开启近距离格斗模式。这不是怪物，这是你永远付不起尾款的工业奇迹。好，苏小姐，闭眼。哟，苏老板，看来这回你欠我的可不只是尾款了，这叫额外安保费，得加钱啊！加预算，你要多少投资我都加，苏氏集团的股份给你都行。那倒不用，给个带空调的铺子就行。看来这回是真的瞒不住了。走吧，苏老板，咱们去见见外面的大场面。这一夜之后，咱们恐怕要在这个星球上出名了。快检查生命体征，有没有受到辐射？有没有内伤？他身上全是机油和雨水，快准备消毒！我没事儿，就是刚才在路上飙太快，有点晕车。苏小姐，受惊了。这次是我们工作的疏忽，没能完全预测到敌人的疯狂程度。陈伯伯，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有些天才既然藏不住了，迟早会刺破料看个够的。只不过这一次，解释权在我们手里。这不可能，那是道具，那是假
星找人演的戏，我要揭穿他们。请冷静。你们干什么？我是苏家二小姐，我有律师，我要告程月，你的行为已严重违约，跟苏晴没关系，这是法务通知，请跟我们走一趟。关于各位媒体朋友关心的昨晚在中海市出现的所谓不明机甲事件，我在这里做一个统一说明，那并不是什么机甲，更不是所谓的秘密武器。那是我们国家正在测试的一款新型多功能全地形民用工程救援机器人。发言人先生，视频显示它展现了极高的机动性和破坏力，而且疑似使用了高能武器，对此您怎么解？这位记者朋友，作为高能武器，这是为了救人，怎么呢？至于机动性，我们给它设计了2条腿，让它跑得快一点，这是很合理的逻辑嘛。林默，别说漏嘴，就咬死是民用救援搬砖，哪怕他们问你为什么有机枪，你也得说是用来打蚊子的。大家好，我是那个设计师林默。林先生，您的救援机器人为什么采用极强视觉冲击力的红色涂装？其实吧，选红色是因为苏小姐说喜庆，红色代表福如东海嘛。至于外观，我是照着我在地摊上买的一个10块钱的塑料玩具改的，我也没看过你们的。那请问它背后的那个巨大的涡轮推进器是怎么回事？救援机器人需要飞行吗？哦，那个是强力吹风机，灾区要是着火了或者有毒气，我就开那个风扇把烟吹走，方便救援，这很合理吧？那个防雷达逃跑，那是为了防止生锈，我用的漆比较厚。各位，这就是个大一点、跑得快一点的大号玩具，大家别过度解读。我一向爱好和平，我就是个焊工，只想好好修车。谢谢大家。好小子，这最佳忽悠大师的称号以后非你莫属。民用救援，谁家的民用设备装载了那种级别的超级能源模块？谁家的设备有这种全息感知系统？这是对我们智商的赤裸裸挑衅！给我查清他的底细。老板，我们查了，他真的只是开了一家普通修车铺，而且他的网购记录显示，这台机器的前一天花9块9包邮买了一份机甲模型使用拼装指南。还是这玩意儿顺滑。林总师，上级命令下来了，某国航母编队带着重型机甲要来演习，上级问咱们的机甲能不能拉出去溜溜。溜溜，那是去打架吧？林总师，您昨天刚装了多功能挂架，您跟我说这是救援用的，那是发射救援物资的，万一群众饿了，我一发导弹过去，里面全是馒头，多方便。陈先生问你，如果对上那2台泰坦，你有几成把握？泰坦，傻大黑粗，全靠堆装甲，也就是个移动的靶子。这次是在海上，我们没有制空权，机甲不会飞，够不着啊。谁说不会飞？你看这是啥？这是我从网上买的负离子发生器，反正就是反重力的意思。昨晚没控制好功率，稍微飞高了一点。高调怕什么？明天一早直接空运到东海前线。救援机器人，把它拉到海上有什么用？当吉祥物吗？它能干什么？跳海自杀吗？上帝啊，这是什么科技？反重力！喂，我是救援1号，前方开大船的，麻烦让一让，不然我扔救援馒头下去，怕把你们砸穿了。花蕊里我植入了一个微型频率防护核心，只要遇到突发情况，轻按这个旋档，周围所有位置的追踪信号都会立刻即归于平静，彻底失去神他妈防护神器。这根本就是大范围频率屏蔽场，你管这玩意儿叫定情信物？青青，别找了，那小子肯定又躲在哪个角落里捣鼓他的废铁呢。天才嘛，都有点怪癖。爷爷，谁找他了？我是来看机甲的。林总师好，林总师，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好。好啊，这才几天不见，这就成国民老公了。苏老板，您来了。尾款的事儿……闭嘴！这里这么多人，能不能别张口闭口就是钱？你也算是国家功臣了，有点格调行不行？格调？那咱们谈谈这机甲的制教费。这是什么？送你的，算是我特意准备的一点心意。这我自己焊的，这种蓝色很难调，我烧肥了几百斤钛合金才试出来的。它不会生锈，也不会褪色，只要你不拿它去砸核桃，它能保存1万年。谢谢。
我很喜欢。喜欢就好。对了，那个花呗上有个按钮，千万别乱按啊！按了咱们这宴会厅就得停电了。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那个机甲是真的，我只是嫉妒苏晴。那个外国人跟我说，只要我陷害苏晴，他们就给我绿卡。林墨，如果不是你，我现在可能已经被他害得身败名裂了。嗨，多大点事儿，咱们是合作伙伴嘛。对了，既然你收了我的花，那尾款是不是可以？不可以，这花算定金，剩下的一辈子你得慢慢还。一辈子？那该是多少个技术维护周期？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提供后期支持？需不需要24小时待命？出事了，英国这次是真的急眼了，他们在海面上丢了面子，现在想从水底下找回来。代号波塞冬，他们想在我们的沿海大陆族制造海底滑坡，引发海啸。一旦成功，整个沿海经济带都会被淹没。你的那个深海原型机元女1号下不去，它是为了陆地环境设计的。到了3000米深海，密封层会瞬间崩溃，一旦内部失效，在那样的压筹下，它就是一个毫无防御力的金属空壳。除非我不让水碰到它。疏水层，如果我在实验模组表面涂一层超级疏水材料，再配合智能热循环气层，就像是在它外面穿了一层空气雨衣，水就接触不到它的本体。但是这种涂层去哪儿找？我们需要几吨，而且必须在几个小时内涂完。特氟龙涂层，再加上我的独门秘方荷叶提取物纳米粉末，给我准备50吨特氟龙，再给我找100个喷漆工，我要给玄女穿件新衣服。你真的要用那个高压锅特殊涂层去挑战那种极限环境下的物理参数吗？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别愣着了，快，不然我的工作室进度就赶不上了。快！腋下多喷点儿，那是关节活动区，容易磨损，还有脚底板，别省料。特氟龙不够，就去食堂把锅都刮了。这真的行吗？这看着有点像我家炒菜锅的涂层。就是炒菜锅涂层，林总是加了石墨烯，现在这机甲比泥鳅还滑。稳住，这才哪儿到哪儿。咱们是不粘锅，不怕压。哼，果然在搞鬼。嘿嘿，特氟龙不仅防粘，还防撞。烦人，这么多苍蝇，得用拍子。高压电解模式，全功率。躲，那是懦夫的行为。咱们焊工讲究的就是一个硬刚。真特么劲儿大，不过你也暴露弱点了吧？只要把那玩意儿堵上，它就会变成一个高压锅。荣华，我可是焊工，给我焊死他！苏老板，海底捞我吃腻了，今晚我想吃热干面。吃，你想吃什么都行，全中国的热干面都给你包了。这就是你们说的包场？醒了，醒了！你小子总算醒了。小林啊，这次你可是做出了杰出贡献，
天大的功劳。林默同志，鉴于你的非凡贡献，授予你卓越贡献标识。领导，这我没上过军校，也没学历，这不合规矩吧？规矩是人定的，你想焊什么就焊什么，哪怕给月球焊个栏杆，我们也给你批经费。给月球焊栏杆就算了，不过我想先吃碗面。张局长，这还是模型吗？接，这活儿我接了。老婆，今晚晚饭别等我了，今晚我要给咱们国家焊一条通往未来的路。林总师，您要是再把中科院特批送来的高纯度凝合金当成烤面筋一样捅，隔壁材料研究所的王院士可能会直接心脏病发作，被抬进 ICU。媳妇儿，你这就外行了，这玩意儿脾气倔得很，因为他们不懂这块金属的呼吸节奏，金属也是有脾气的。喏，你看，成了。行了，别玩你的铁锅炖金属了。陈建国将军和李长庚博士来了，而且级别是红色绝密，整个基地的通讯在3分钟前已经被完全物理切断了。老领导，李博士，什么风把你们2位给吹到我这儿来了？坐，随便坐。苏晴，给2位倒杯水。哦，对了，我这只有昨天剩下的2白开。别忙活了，林默，没时间喝水了。出事了，英国人狗急跳墙了。怎么说？英国发射了阿瑞斯天骑动能武器平台，悬浮在400公里轨道上，搭载重达10吨的无钢棒，夏国处于毁灭的悬顶之剑下。天骑动能武器，传说中上帝之党，他们不要国际舆论了吗？所以我们需要反击，陆地不行就去海里，海里不行我们就去天上干他娘的！老领导，你们今天来不会只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坏消息的吧？绝密工程代号鸾鸟，全天候战略空天载机平台，也就是我们在科幻小说里常说的空天母舰，全长242米。翼展682米，标准空载排数量112000吨。老天，这怎么可能飞起来？这相当于把一艘核动力航母装上翅膀。这也是我们今天来找林默的原因。我们在工程落地上遇到了一个凭借目前人类科技根本无法逾越的物理死结——主龙骨。热应力断裂，你看出来了？是的，当突破12马瑟临界点时，以目前材料学造不出无缝单体龙骨。林默，我们在物理学面前走投无路了。英国的平台开始测试了，你告诉我，这东西你能不能搞？你们太粗暴了！我说，你们这帮学院派对金属太粗暴了，你们满脑子都是无缝连接，焊死它，却没有想过这么长的东西它是需要喘气的。喘气？林总师，金属是无机物，去他娘的电子湖死焊！听好了，老李，要解决242米的应力问题，方法很简单，不要把它强行固死，我们要把这242米的龙骨拆分成72个主节点。别急，我们不能进行动态连接，我们柔性一把在这个间隙里填充E3的势龙威力的超导飞盾流体缓冲层，利用飞行过程中的热能，让金属官革自然生长咬合。我们不抵抗自然法则，我们利用它。共振频率取消了剪切助力，非牛顿流体的相变吸收了热动能。天哪，这违背了现有的航空航天工程安全标准第409条，这简直是胡闹，这简直是疯了！可是该死的，这在热动力逻辑上竟然是完全自洽的！上帝啊，你到底长了个什么脑子？好，既然你心里有底，这项绝密工程就交给你了。需要什么资源，尽管开口。如果是采用72节点榫铆加上石沃烯非牛断流体填充的技术路径，现有不到这种微观级别的精度。林默，你需要全部手工操作，或者至少亲自改装所有的焊接机械臂。媳妇儿，你们苏氏重工能调动多少产能？全项开国60%的重金属特种锻造厂，127条高干子次料生产线，你全部只管焊你的铁，后勤供应链我包了。敞亮。那么老规矩，陈将军，这是一个242米的手工艺品小订单，定金多少？尾款怎么结？要知道，我刚和苏晴买了京城的3环大平层，房贷压力很大呀。你小子少跟我来这套，经费上不封顶，国家给你绝对的保障。只要你能让这头巨兽飞上天，彻底解决所有的外部干扰和威胁，你要买月球上的地皮我都准了。成交。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去哪里？2小时后，专机已经在停机旁等候。目的地：大西北戈壁滩，地下核心新港。林默，去亲手把咱们国家的脊梁给焊起来。
天哪，这不可能，这完全不符合常理，但它居然能闭环，完全符合理论，我们成功了。各位，准备抗冲击，我们将进行大仰角战术降落。到了。林总师，欢迎来到夏国的最高机密092号地下星港。我的老天！为了建造这里，我们挖了整整7年。现在，这个舞台交给你了。各位，这位就是上级特批的鸾鸟计划总设计师林默同志。陈将军，您是在开玩笑吗？鸾鸟是242米的空天母舰。这不是靠在修车铺砸几下铁球敲出来的玩具。是啊，让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的人指导我们这些院士。周主任，平时用激光溶血，这种厚度的成品率能到多少3/1000，稍有偏差就会损毁材料。这不可能！世界上最先进的 AI 也做不到零误差。各位，我来这里只做一件事，用最野的办法把母舰焊起来。赢不了我，就闭嘴干活。很好，看来我们已经达成了完美的默契。既然我们要开启这项尖端的合作课题，除了在座各位卓越的精英，我也带来了我最默契的伙伴，请进。莫哥，哦不对，林总师，按照您的吩咐，我把全国重工业基地里手最稳、胆子最大、平时最不服管教的500个8级万工和钳工全给您带来了。兄弟们听说要跟着您造天上飞的航母，连夜把铺盖卷都扔上火车了。干得漂亮，铁柱。媳妇儿，哦不，苏董事长，人员就位了。我们的粮草怎么样了？我那套方案对材料的消耗可是天文数字。过去的48小时内，苏氏重工已经整合了全球780家大型冶炼厂的产能。林总师需要的石墨烯流体已经下达10万吨指令，72个特种合金骨架正由1号重工基地日夜赶工。但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极其棘手的瓶颈，鸾鸟号尾部推进器需要承受上万度高温，唯一能满足指标的是77型高熔点钛乙复合合金。X77合金，那可是比黄金还要贵重100倍的太空级材料，要满足需求至少需要50吨，这在8个月内根本不可能完成。摩根斯通，英国军工财阀首领，他在一夜之间买断了全球所有的 X77合金现货，并下达了最严厉的制裁令。任何敢向我们出售1克材料的机构，都将面临毁灭性打击。又是这帮家伙，他们在太空里部署武器，在陆地上就用资本卡我们的脖子，想把我们死死锁在地面上。林默，你笑什么？这可是卡脖子的生死危机。卡脖子？老李，你们就是被洋名字唬住了。什么狗屁 X77复合合金，不就是耐烧金属坨子吗？谁规定我们非得去买英国人的新材料？媳妇儿，还记得咱们中海市老城区那个深藏不露、穿着旧棉大衣的废品回收站老板老伯吗？记得，你以前经常去他那里淘旧金属。半年前我去买旧零件，看到他用来压酸菜缸的那个黑乎乎的金属墩子，如果我的绝对金属感知没有探错的话，那是一颗熊国坠毁的第1代重型运载火箭的主发动机燃烧式残骸，就是最纯正的钛浓合金。铁柱，带上兄弟们合起戈枪，准备1架运输机，咱们回中海市收破烂去。干杯，先生们，为我们伟大的英国
也为我们在近利宇宙上即将拥有的绝对真理。12个小时，在摩根县的资本运作下，夏国在全球明面和黑市骑行高轴传信钛1复合金采购渠道已经被全部切断，他们连1克残渣都买不到。不仅是买不到，理查德，根据超算推演，对手团队试图建造的超大型飞行平台，其体量想克服重力，尾部必须搭载8个以上的重型等离子推进激活。目前人类和基础工艺材料学中，但在这种实验室级别的极端合成材料上，它们依然却存在无法逾越的代差。所以，奥斯汀博士，你的结论是？我的结论是，物理学是无情的，没有这种合金作为喷口主槽，那个飞行台一旦点火，高热会在3秒内导致其尾部装甲发生系统性热解体，整个动力堆会像个被刺破的气泡一样瞬间崩溃。他们那位所谓的野路子天才，根本无法凭空骗出太乙原子的滚玉莲。这件作品注定是一堆永远飞不出大象囊的废旧遗骸。说得好，断了他们的材料，就等于打断了夏国飞向太空的脊梁。再给阿瑞斯平台3个月时间，等我们的12枚钨钢动能棒完成最后的近地轨道姿态锁定，整个地球的制空权，连同月球上的I3矿区，将永远属于我们。都机灵点儿！这里就是老鬼的地盘。哼，这味儿够劲儿。媳妇儿，委屈你了。这地方比较接地气，你小心点脚下，别踩到那些废旧电瓶流出来的硫酸。你确定能够突破倾国之力封锁的顶级太空材料会藏在这种地方？这就叫大隐隐于市。跟我来。哟，这不是以前天天来我这淘2手电瓶车电机的邻家小子吗？听说你现在发财了，跑去给大户人家修轿车了，怎么今天有空回我这破烂堆？别跟我装傻。过去1年年这海事发生了，你不会知道。我今天来阿酸汤这块石头卖不卖？你当时跟我说您钱烂停，不收电瓶，也不收传宗之宝。怎么着，林老板现在有钱了，想把我这块压钢石买回去盘？好家伙，这不是陨石，这是一整块经过实战高温淬火的纯正钛1复合合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熊国曾经发射过一枚居密的暴雪级重型运载火箭，但在升空120秒后因为2级分离故障坠毁在边境线附近。老鬼，你当年去边境收破烂，居然把熊国火箭的核心耐高温部件给应声背了回来，还用来压酸菜。小子，眼光还是那么毒。当年我在北方极寒荒原讨生活，正好撞见那玩意儿砸在一个冰窟里，这东西死沉死沉的，我也不知道是啥，就觉得这铁疙瘩火烧不坏，冰冻不裂，带回来压酸菜绝佳，酸菜都不长白毛。咋的？那个宏伟工程现在要开启了，缺我这块压钢石了。老先生，这块金属对国家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开个价吧，苏氏重工绝不还价。苏家大小姐果然财大气粗，不过老头子我半截身子都入土了，要那么多钱干嘛？那你要什么？我就一个要求，如果有一天你们真能把那大玩意儿送上天，帮我带瓶二锅头撒在月亮上。当年我那个排的兄弟掩护我背着这铁鸽子撤退，全留在那片冰漂湖里了。他们临死前说想去天上看看，咱夏国人啥时候能不受外国佬的气？我保证，不仅是月亮，火星我也给您带去。行了，少煽情，东西你们拿走，不过这玩意儿硬得很。铁柱，干活！得令。我干了30年焊工，还没见过这种温度烧不穿的铁，这难道真是天外来的神铁吗？起开起开！3000度就想切开曾在几万度高温里洗过澡的钴合金，你拿打火机烤钢筋呢？林默，莫哥，你这手艺真的是降维打击。媳妇儿，付钱结账，给老鬼留500万养老费。英国人想用资本锁死咱们的天空，那咱们就用这块腌酸菜的破烂烧穿他们的制空权。铁柱，装车，咱们回戈壁滩给鸾鸟安屁股去。这不可能！真的是他，林总师，这就是你说的能解决8个等离子主推喷口耐温极限的 X77复合合金？纠正一下，周主任，这是熊国第1代重型运载火箭的主喷口导流盘，纯正的钛钴合金。你找人拿去化验一下，硬度绝对超出你的想象。理论很完美，但你想过没有，要驱动11万吨的母舰，我们需要多大的动量轮？那至少需要4个重达100吨的超重型金属转子，而且要让这种100吨级的转子在极短的时间内达到超高螺旋，普通的机械轴承瞬间就会因为达到物理极限而失效。唯一能支撑这种转子的，只有完全无接的超导磁悬浮轴承系统，而目前全球螺的超导磁悬浮技术根本无法做到，这是一个死循环，我们又被材料和精密加工给卡住了。超导磁悬浮，我们又凭磁场约束，精准变频。有了，铁柱，现在距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大概是下午3点，离天黑还早着呢。很好，你现在带几个人，开2辆大卡车，
去最近的市里。去买啥？又要去收破烂吗？这次要啥样的废铁？不收破烂了，去家电大卖场，给我买300台双缸或者滚筒洗衣机，只要变频无刷电机的那种。再给我买300台最大功率的商用电磁炉。林默，我们现在是在讨论夏国最高机密的空天母舰姿态控制系统，你让我去买洗衣机和电磁炉？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在废品站吸了太多酸菜味儿，把脑子给吸坏了？老李，格局打开。你们刚才说我们需要极大的瞬间扭矩，对吧？既然机械轴承不行，那我们就用磁场兜住转子。我把300台电磁炉的高频线圈拆下来，重新缠绕成一个球形的磁约束网。当飞轮转动时，利用胶皮磁场直接在飞轮表面形成涡电流互自电，线圈还能把多余动能反向充回蓄电池。我把这玩意儿叫做非对称磁场螺旋姿态引擎。还愣着干什么？铁柱，还不快去扫货！记住了，要买大牌子的，别买杂牌。杂牌电磁炉线圈容易烧。是。又要去收破烂了，去买啥？这次要啥样的废铁？不收破烂了，给我买300台双缸或者滚筒洗衣机，只要变频无刷电机的那种。再给我买300台最大功度的商用电磁炉。这电路到底怎么拆啊？哈哈，这玩意儿动力强劲，正好给我的机甲当备用能源。启动姿态偏向测试。祖师爷啊，牛顿的棺材板压不住了，法莱蒂的棺材板也压不住了。这要是让英国那个首席科学家奥斯汀看到，他估计会当场把自己的博士毕业证给吞下去吧。好了，停吧。微重力引擎搞定，测试版就这么猛了，放大到鸾鸟号所需的100吨级4联动主分，绝对能让那艘空天母舰在太空里跳太空补。兄弟们，这大玩具的骨架和内脏都齐了，对齐那横干在船骨中央的巨型主龙骨。接下来，咱们该给它披上铁布衫了。好，我锁死了夏国的天空，哪怕他们解决了材料，也绝不可能有技术让11万吨战舰转身机动。他永远不会知道，即将抵达预定轨道的12枚天基动能钨钢棒会将他引以为傲的天基武器撞成废铁。他绝不可能知道，我们永远领先。全舰能量传输网络以及火控姿态底层逻辑图谱图都在这里了。老李，还有那个新来的蓝头发小姑娘，你们俩受累，把这玩意儿扫进超酸里，生成个数字化施工图。林总师，您确定这是给全长200多米的主控逻辑度醒图，而不是您在某个街机厅里画的俄罗斯方破通关秘籍？啥意思？任何现代西岸大型舰艇控制逻辑底层都必须遵循命的树状分布系统，但是您画的这个是什么？所有的控制节点居然是堆叠式的，如果一个报错，火控系统会瞬间像玩输了的俄罗斯方块一样直接死机清零。小丫头片子，格局没打开啊！这叫物理级的一键清理，哪怕被轰没半个剑桥，只要剩台电机，它就能继续开火。你懂个屁的死机！疯子，彻头彻尾的疯子，用消除游戏的逻辑来做防火墙，我的代码世界观崩塌了。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陈将军，您难道真的要纵容这个连大学文凭都没有的民间电焊工拿国家的100年大计开玩笑吗？陈将军，您自己看看，这可是要突破第1宇宙速度、经受大气层恐怖摩擦的空天母舰，可是它的72个主龙骨节点竟然全都没有进行闭合焊接，每一个接缝处竟然都留有0.01毫米的肉眼可见缝隙。我刚才看了成分报告，那东西的底层逻辑居然是市面上修暖桨管漏水的硅胶加了点石墨烯，疯了！这艘船只要风动风速超过5马赫，就会在半空中直接解体成一堆废铁。李博士，
您怎么也不管管？您难道看不出这东西根本不符合力学常识吗？老刘啊，还有老张，你们的物理学太僵化了，在林总师的玄学工程学面前，牛顿来了也得重新记笔记。你是不是被他洗脑了？哟，几位领导都到了，大老远从京城飞过来，辛苦了。怎么着，对我的手工艺品不太满意？林默，你少在这里油嘴滑舌。我们联合考察团拥有最高的一票否决权，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绝对不会允许你开启这场自杀式测试。这根本不需要测试，常识告诉我们，它必碎无疑。立刻让工人们把船降下来，否则我们绝不签字。常识？老子手搓机甲的时候，专家跟我讲常识。在我的车间里，没有常识，只有奇迹。铁柱，拦住他们！以玻璃壕建局外围控制，林默，你现在拥有绝对控制权。夸父级风洞第1阶段启动，初始风速5马赫。抖了，舰体开始抖了，接缝处的应力正在呈指数级飙升，那些没有焊死的缝隙正在被撑开，0.01毫米、0.05毫米，它马上就要解体了。林默，你是夏国的罪人！慌什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非牛顿流体缓冲层准备承受极限相变压力。你疯了！5马斯就要碎了，你还加倍？风洞功率给我推到10马斯，加温系统3000度点火。快看胜利数据！这怎么可能？发生了什么？这就是你们看不起的暖气漏水胶。别急着跪，大戏才刚刚开始。老李，你前几天不是一直心疼你那些被我气死的物理学定律吗？今天我再给你变个魔术。风洞功率极限全开，15马瑟，温度6000度，模拟大气层绝境重返，微重力引擎3号判列，洗衣机马达启动，给我把声波共振超导网拉起来。它要化了，氦的熔点只有不到2000度，刻录彻底崩塌。那是你们的死物金属。看懂了吗，老刘？这根本不是在测试，它是在利用夸父风洞的6000度高温和15马赫风力，在这地底深处对一艘全长242米的空天母舰进行最后一次全尺寸的自然锻造。它把地球的大气层摩擦力当成了它的打铁锤。赵文道，西斯可以。我搞了一辈子空气动力学，今天算是开了眼了。林总师，真正的国士无双，夏国的天塌不下来。干得漂亮，兄弟们！这大玩具的皮算是熬出来了。老领导，我这第1阶段的进度款是不是该结一下了？我媳妇儿可是把身家性命都搭进去了。林默，进度款解决不了问题了。海外财阀不仅锁死了合金，还瘫痪了全球除了夏国以外所有逆工业母机，全国产能被卡堵在3成缺口。拼产能是吧？媳妇儿，是时候让这帮海外财阀见识见识什么是真正的夏国基建狂魔加超能力电网了。将军，外科手术已经完成。摩根财阀名下的黑客团队利用0日漏洞，成功烧毁了全球12个主要中立国总计4000台顶级5轴联动工业母机的主控芯片。干得好！夏国人以为靠着那个叫林默的电焊工弄出个抗高温的外壳就能上天，简直是做梦。这80万个高精零部件的缺口，就是压死他们航天梦的最后一根稻草。在现代工业体系中，精度就是阶级，没有了我们西方的高端舞蹈工床，鸾鸟计划已经是一具死鹰。英国人太狠了，这是釜底抽薪啊！这突然多出来的80万个飞镖异形舰，哪怕是现造机床也来不及了。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艘已经扛过了6000度烈火的战舰，因为缺少几根螺丝钉而趴在地上等死吗？如果分摊下去呢？我们在长三角有着1000万家民营机械厂，如果把图纸拆分发给他们，李博士，您太异想天天了。你要让他们加工微米级异形链，他们机床自身的振动误差都比我们的零件公差还要大。硬件的鸿沟是无法跨越的，看来发射窗口只能推迟2年了。谁说硬件的鸿沟无法创越？谁说民营小厂就造不出航天零件？各位首长，你们身居庙堂之高，
太久没有低头看过这片土地上真正最庞大的力量了。我们拥有3轴以上数控能力的企业，整整230万家，这80万个零件缺口，甚至不够他们1晚上的零头。可是精度控制呢？董事长，这种跨地域协作产生的微米级物理误差该如何抵消？物理上的误差确实消除不了，但是我可以预判它的误差，然后让它负负得正啊。赵清梦，带上你的电脑过来干活。林总师，你这是在进行行为艺术吗？老李，降噪耳机的原理是什么？机床的震动为什么不能被抵消？赵清梦，把动态卧差逆向补偿算法写进主控板。写入完成，微秒级补偿预判启动。张主席，量量共差。老天爷呀，0.0005毫米，这比最顶级的五斗鞋床切出来的还要准。赵清梦，打包云端补丁，从现在起正式启动最高级别的大宇联网计划。陈将军，我需要军方开放战时加密网络专线。没问题，今天全听苏董事长调办。通知国内所有的中小微企业，不设门槛，只要有3艘猪床，立刻下载补丁。一个合格的零件，苏氏重工个人补贴1万块。这笔钱国家财政走不了这么快，不需要国家掏1分钱。我要让英国人看看真正的基建狂魔，兵王开工！卧槽，一个破译型垫片给1万块，还有15万个，算法和图纸都发到云端了，别睡了。全场80台老掉牙的破西式床全给我通电，把你们不要用手机全给我拿胶带绑在刀架上。国家要造飞船了，今天晚上就是把机床干冒烟，也要给老子切出1万个件来。大国工匠不在庙堂，而在民间。负责人，出大事了！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的核心基地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产量，我们的限制计划呢？那些关键母机不是被损毁了吗？没有用，他们在过去的1夜之间连接了超过30万家民间工厂，竟然通过算法让老旧设备变成了精密工具。现在千万名技术工人正在同时为那尊巨型航天器打造核心组件。媳妇儿，你这超能力配上咱们夏国人的这股子揪劲儿，简直绝了！兄弟们，骨头和肉都有了。铁柱，带上你的汉宫国家队，给老子登舰！3个月，老子连1个月都等不了。我们要去太空里给英国人送个大大的惊喜。让一让，都让一让！这是江南省发来的第32批次特快攻列，卸货小心点儿。那边那台叉车别往反应堆那边开，堆不下了，放到3号备用停机场去。老天爷啊，0.0003毫米！这比我们设计图纸上要求的极限过差还要小，这真的是某个不知名的乡镇汽配厂用那种老掉牙的破车床车出来的东西吗？按照顶级的工艺惯例，这种内部精密连接必须使用最尖端的仿生柔性多轴机械系统，并且需要极长时间的算法模拟。可是我们现在的条件根本无法满足这种极限工期，如果不能按时完成，所有的心血都将付诸东流。机器干不了的活，当然是交给人来干。林总师，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人是不可能进去焊的。一旦焊偏了0.01毫米，那个虚控点就会瞬间变成一颗高爆炸弹，炸成2截。机器能做到绝对的稳定，但机器没有脑子，也没有时间。人手虽然会抖，但人有直觉，而且人有肌肉记忆。这叫单兵柔性微操等离子焊枪，简称太空焊枪。昨天晚上我连夜改装的。我把等离子收束磁环缩小了10倍，让它的射流精度达到了微米级。铁柱，把兄弟们都叫过来。中海市第3钢铁厂第8特焊接大队全体集合！专家们说咱们的手会发抖，干不了微米级的细活。专家们说咱们的眼睛看不见那么的缝隙会把这艘母舰给焊炸了。报告这群老师，俺干线了15年了，俺自己干了23年。你们知道一焊几个时工翻这个焊锡为了什么吗？这500焊枪，他们的肌肉记忆就是世界上最精密的柔性机器臂。肌肉记忆再强，也克服不了生理微颤。谁说我要让他们克服颤抖了？我要让他们和这艘母舰的颤抖纹为一体。让一听懂白甲这么兴，鸾鸟号空天者王纹为一体。兄弟们，听莫哥的，闭眼入舱。疯了，全疯了！闭着眼睛焊，我要看着他们是怎么把这艘船毁掉的。他怎么可能？看数据，快看合格率数据！
没有任何虚汗。收工！甜蜜的眼睛却爆出犹如天上星辰般灿烂而纯粹。成功了，没有任何虚汗，我们跨过了航天工程学上最绝望的死结。这就是我选中的男人。检测到异常信号能距，不是系统物理故障，这是未授权的外部逻辑协议协议侵入，对方正在利用协议冗余进行全平台渗透，核心逻辑层面临物理级锁笔风险，立刻执行手动隔离。什么？铁柱，在，莫哥，把咱们的大铁锤和那台切割机拿上。有人想动咱们大玩具的心脏，走，干掉他。D，心率平稳，光学免采功率维持在98%，红外热辐射屏蔽正常。总部，这里是夜窝，我已经抵达心脏外缘，确认目标，执行湮灭指令。明白。一旦反物质引爆核心库的吞合燃料，这座新港连同那艘母舰将在1/1000秒内被几千万度的高温气化。夏国的星辰大海今晚就到此为止了。俄罗斯方块逻辑防火墙确实无法从外部攻破，但如果我进行物理直连呢？夏国人还真是怕死。陈国关大小定向等离液压破甲雷，愚蠢的夏国人！等你们切开它的时候，我已经在直升机上喝香槟了。20分钟，足够了。首长，不是网络攻击，是物理潜入。对方利用了极其高端的量子叫欺骗设备，绕开了验证。现在那个人就在防爆门后面，而且他切断了升降机构。那位部队，立刻封锁特9通道，一只苍蝇也不准飞出去。燃料库里有多少燃料？如果在那个封闭空间内被引爆，其产生的能量无处宣泄，会引发连锁反应，整个092新港会被直接炸出一个直通地表的熔岩坑。破门！让工兵部队带上最强的定向爆破炸药和重型激光切割机，给我把那扇门轰开！陈将军，没用的，那扇防爆卷帘门厚度5米，30层钛钢复合装甲，设计初衷就是为了抵御核爆。哪怕是我们把全基地的重武器都拉过去，想要强行轰开5米厚的死块，最快也需要4个小时。完了，一切都完了。80万个零件，500名焊工的血汗，英国人这是要让我们辛辛苦苦造出来的神明死在娘胎里呀！滚开，别挡道！林木，你来干什么？你能把5米厚的抬杠门砸开吗？专家，你那张嘴要是能少说点废话，夏国的经济估计能涨2个点。老领导，带我去特9通道。林木，那可是5米厚的特种装甲门。苏晴，给我接通全基地的内部广播，尤其是特9通道里的喇叭。走。
喂喂，里面那个不知道是哪国派来的耗子，听得见吗？李默，别白费力气了，上帝的剑劈不开。上帝的剑劈不开，那是因为上帝没干过电焊，也没抡过大锤。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劳动人民的物理粉碎机。只要是物质，就有它的律动。铁柱，聂团准备，对准大门中轴线，全压释放，彻底封死入口。明白。退后！都他妈给老子退后！你喜欢玩火是吧？老子今天让你看看冰火两重天！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没有任何武器能打穿这扇门，这是违背物理常识的。给老子开！杨匣子，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不是说这门上帝都劈不开吗？现在门开了，门开了又怎么样？你以为凭你一个人一把锤子就能阻止英国的意志？林总师，小心，那是英国的光学母槽，基地内部的红外线和航母波雷达根本扫描不到它，它在物理视觉上是绝对隐形的。快退出来，让内卫部队进去用火力覆盖盲射。退出去？那我这门不是白砸了？杨耗子，你是不是觉得高科技能解决一切？是不是觉得隐个身，老子就成了瞎子？太慢了。抓到你了！你不是喜欢玩隐身吗？老子今天就给你下场火星雨！就这就是英夺王牌特工的含金量。玩暗器，该我了！去死吧！你对金属的硬度一无所知。游戏结束了，现在说出你们是如何绕过系统权限的，我或许会给你最后的机会。林默，你确实很强，可是那又怎么样？你以为你赢了吗？系统检测到无法就逆转的物理连锁反应。先动震荡发动器，让一切都归于虚无吧！林默，快跑！不要管炸弹了，留的时间在。试图移动它或切断线路的行为，都会让引爆器在1/1000秒内闭合。反物质炸弹听起来挺吓人的。你想干什么？那是炸弹，3重防拆隐形，你碰任何电线都会炸。谁告诉你拆弹就非得去剪线的？王铁柱，在，看好他，别让他抖得影响老子操作。老子不懂代码，也不会排雷，但我懂电焊，给我焊死他！不，这不可能！3重引火怎么可能没有触发？你到底做了什么？这叫物理断绝法。你们的专家天天想着解密码、剪红线，老子直接用高温把他的基针主板焊成了一整块实心铁疙瘩，他连物理运动的空间都没了，拿头去引爆啊！我到底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神仙一起搞航天啊？铁柱，把他活着送上国际军事法庭，顺便帮我给理查德上将带句话，就说他们送来的烟花太小了，要是真想玩，3个月后让他洗干净脖子，在禁地宇宙上等我。苏晴、赵晴梦在。既然苍蝇拍死了，那就点亮这颗星星的心脏。可控核聚变点火程序启动。可控核聚变点火程序启动。点火成功，核心等离子体温度突破1亿摄氏度，磁涌力场稳定，能量溢出率，天哪，能量溢出率位为0。它就像一个被完美囚禁在笼子里的微型太阳。心脏跳动了，现在该给这头巨兽输血了。能量导流，全频段电网。能量覆盖率
100%，全舰120万个微操节点全部点亮，没有任何一个节点出现短路或虚焊，完美的能量闭环。俄罗斯方块底层逻辑运转正常，系统已全面接管母舰神经。好，太好了，陈将军，我们成功了！鸾鸟号的心脏和神经已经全部贯通，现在只差最后一步了。吊装操作组，1号核心装置开始下放，精度要求务必做到绝对零误差。怎么回事？收到，吊装阵列原本已同步联网，准备下放。报告陈总，所有重型吊装系统的控制逻辑全部被锁死了，不仅是吊装阵列，船坞周围所有的液压自辅系统、精密定位传感仪全部陷入了未知的物理场干扰。我们忽略了一个极其致命的物理效应。随着电流在母舰内部奔腾，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磁场强度超过30特拉的超级电磁结构。所有未经过抗磁处理的系统元件都会在瞬间陷入永久性的物理失效。吊装逻辑全部锁死了，那12000吨的穹顶结构现在完全悬在半空。如果发生哪怕1微米的物理碰撞，下方的高精能量核心基座就会彻底报废，来不及调拨备用的重型机械了。穹顶现在处于电磁干涉区，高频磁场正在侵蚀支撑结构。按照力学计算，我们最多还有2个小时就会面临结构性失效。吵什么？老远就听到你们这帮大知识分子在总控室里哭爹喊娘。老李，你们太依赖算法了，强磁场封锁了电子链路，那我们就跳过电子设备，回归最原始的物理逻辑不就行了？跳过电子设备，林默，这可是12000吨的重物，在没有高精测距和算法辅助的情况下，你打算靠什么完成这种微米级的物理对接？靠肉眼吗？对呀，靠手拉！今天老子就给你们演示一下，什么叫最纯粹的机械杠杆与滑轮组的暴力美学。媳妇儿，马上去附近农庄和废品站，给我拉100台老式的纯机械柴油拖拉机过来，越破越好。只要纯靠手摇启动的老古董，把仓库备用的碳纳米管绳全搬出来。林总师，你这是要用拖拉机拉航母啊？少见多怪，这叫动滑轮组的力量倍增原理，加上多轴动力分布式拉扯，最原始的往往是最可靠的。兄弟们，摇把子，点火！全体准备，看我手势引导，执行同步绞盆操作。左舷1到20号机挂3档，缓速收线30公分；右舷30到50号机空档滑行，释放2公分余量。尾部80号机组全功率输出，锁定重心。不可思议，下沉极其平稳，各项水平倾角误差只有0.005毫米，这比顶级的自动化算法控制还要精准。用最原始的机械逻辑完成了最精密的物理对接，大巧不工，这简直是力学与艺术的完美结合。林总师他把物理学玩到了极致。最后10公分，全体都有，挂倒档，油门踩死，给老子砸下去！成了，我们真的把它造出来了。看清楚了吗？你们试图用最密的逻辑锁死这片天空，但我只用了这些最原始的机械、最纯粹的力学，就硬生生的把属于我们的星辰大海给拉起来了。该死，废物！微型炸弹竟然都无法阻止那群农民把那堆破铜烂铁拼起来。将军请息怒，我要在数字领域接管他的控制中枢，让这艘母舰调转主炮对准他们自己。物理上的破坏手段，那都是属于上个世纪的野蛮人游戏。夏国人确实是个可怕的民族，那个叫林默的电焊工，竟然真的用一堆破铜烂铁和不可思议的机械力学，把那艘庞然大物给拼凑起来了。但是，现代战争的终极武器早已不再是钢铁的厚度，而是代码的深度。一艘242米的空天母舰，它的内部必然需要极其庞大的中央智脑来进行算力统筹。只要它联网，只要它开机，它就是我的玩具。智能网络武器群全面解锁，目标锁定
夏国大西北092号绝密星港，给我撕碎他们那可笑的数字防线，接管那头钢铁巨兽的所有火控权限。是反应堆，首长，是网络攻击，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网络攻击。敌方使用了极其先进的多台自适应强人工智能，他们绕过了我们军方的7层物理隔离网，直接顺着苏氏重工用于调配物资的大鱼并网计划后门通道反向渗透进来了。外围的长城防火墙只阻挡了12秒钟就宣告全线崩溃。目前基地的民用通讯频段已经全部瘫痪，敌方的恶意数据流正在以每秒 T 级别的恐怖速度，直接朝着鸾鸟号刚刚点亮的主控中枢狂奔。鸾鸟号一旦失去控制，它内部的维生系统、动力舱室都会出现致命问题，刚刚启动的虚变反应堆也会变得极度危险。立刻断连，快把鸾鸟号的物理数据链路全切断，绝对不能让非授权信号碰到主控电脑。罢不了，鸾鸟号的反应堆正行初始预热磁温制，一旦现在强行物理断电，反应堆立刻就会发生熏爆，我们被架在火上烤了。林总师，赵丫头，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在吃？敌人的强人工智能马上就要打进主控中枢了，你们倒是赶紧敲代码防御啊！我们基地的超骚断力难道拼不过他们吗？李博士，试图用原始算力去硬刚西方制网的超算矩阵，那是只有没脑子的莽夫才会做的蠢事。对方是顶级的水朗硅基架构，我们的系统规模目前只有对方的1/10，这种层级的对撞，3秒钟内我们的所有逻辑层就会全线崩塌，主板陷入物理级失效。那你们还坐着等失败？兄弟，让开点，你挡着看好戏了。青木丫头，外围的诱饵防火墙既然已经被他们吃光了，是时候把咱们送给英国人的主菜端上来了，给这帮老院士们开开眼，什么叫夏国劳动人民的赛博降维打击？收到，底层逻辑界面可视化转化开启。这是什么东西？你们在军方最高级别的屏幕上玩复古游戏吗？这不是游戏，副局长同志，这是鸾鸟号空天母舰的绝对核心底层防御系统。这是林总师的俄罗斯方块逻辑与我花了2个通宵编写的经典扫雷程序的终极融合体，我给它命名为雷区95。这是什么原始的代码结构？没有树状目录，没有中央 CPU 作弊表，夏国人难道是用老掉牙的系统在跑空天母舰？管你装什么神弄鬼！宙斯，给我进行全盘感染同化，抢夺管理员权限！这是什么层级的协议？我的代码包怎么凭空消失了？它甚至没有产生任何物理对抗就被强行抹除了。赵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数据怎么可能在物理层面直接蒸发了？英国人以为攻破节点就能找到 CPU， 但林总师设计的船根本没有传统的中央 CPU。系统的判断逻辑极其粗暴单一，只要不是白名单里的本地指令使图侵入，那个节点就会立刻被标记为雷，然后系统会瞬间切断被感染的微型电路管电源，进行毁灭性的格式化，让那个节点连同里面的病毒一起瞬间灰飞烟灭。可是，如果节点被炸没了，空天母舰的神经不就断了吗？周老，您忘了吗？咱们这艘船的基础是俄罗斯方块逻辑啊！这不可能，这不符合图灵机原理！疯子，夏国人全是一群不讲科学规律的疯子！给我撤回来，切断物理连接，把宙斯的主体带回来！林总师，敌人的老鼠夹被咱们砸碎了，现在那只断了腿的老鼠想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当咱们这大西北的新港是公共厕所吗？秦梦，把门焊死，顺便给他们送点土特产过去。收到，反向溯源已锁定敌方超算中心物理 IP 段。由于我国扩力不足以支撑传统反击，现启动能源强行扩载降维打击方案，借用母舰可控核聚变反应堆1/1000的输出功率，作为信号放大波段发射器。长官，敌方反追踪，他们打过来了！拦住他！不管是什么病毒，用算力给它磨碎！给我关掉它！
关掉这个垃圾进程！用扫雷把强人工智能逼到自杀，用垃圾弹炮把英国的超算中世界干到物理炒火，这对卧龙凤图简直是西方科技界的绝对克星啊！干得漂亮，秦梦。等这艘船上天了，我让苏晴给你买最标配的游戏显卡。谢谢林总师。其实我可以顺手把他们的门禁卡改成播放葫芦娃儿歌的，可惜反应堆的功率刚才收回去了。各位，英国人能用的手段已经全部用尽了。他们锁不住我们的零件，更炸不回我们的神经。现在鸾鸟号主体完工，能量闭环。林总师，祖国和人民的利剑已经铸成，请下达下一步指示。既然地上的活干完了，那就让咱们的大家伙出去透透气吧。通知全军，36小时后打开地下新港穹顶，鸾鸟号准备升空，突破大气层。报告首长，外面来了个奇怪的外国人，他自称是熊国航天局的特派联络官。不仅没带什么图纸，手里还拎着2瓶伏特加，非要在新港大门外嚷嚷着要见能把拖拉机改成太空角落的福特维之神。我已经说过了，我是熊国国家航天局特派联络官，这是我的最高机要豁免护照和你们夏国科博高层的通行证。这位先生，证件我们已经核数，首长正赶来的路上，但请您交出手中的2瓶不明液体，军事重地，严禁携带酒精和磷灰燃物。不明液体，这是我熊国航天员上天前必须用来英国人的制裁都没能把我的酒瓶子打碎，你们休想没收它。一范先生是吧？我是092新港最高指挥官陈建国。大老远从墨城飞过来，还碰上戈壁滩的沙尘暴，辛苦了。你就是那个用100台老式拖拉机和农村滑轮组，硬生生把12000吨的钛合金装甲拉上天的那个福特之神。怎么拖拉机干？但我这辈子只喝过啤酒和二锅陈啊！这问号谁我起的？太土了吧！这是我们熊国航天局全体工程师的赞美。英国人被炸毁了超爆美学，灵魂里流淌着伏特加的人，才能干出这种把高科技踩在脚底下摩擦的壮举。苏卡布列，这是真的。我以为情报有误，你们竟然真的把它造出来了，这比当年我们熊国图纸上的暴风学籍还要大3倍啊！一范先生，在这个时候派你来，并用了最夜的外交绿灯，甚至不惜彻底热怒英国，你们想得到什么，又能带来什么？英国人的资本制裁不仅卡了你们的脖子，也彻底绞杀了我们熊国航天复兴的希望。我们没有你们夏国那么恐怖的基建能力，拿不出1000亿美元来建造空天母舰，我们有底蕴。我们有从冷战时期开始在太空死磕了50年积攒下来的血腥经验。你们的蜕变反应堆很完美，但你们忽略了太空的绝对极端环境，以及你们没有底线冗余。什么意思？我们的反应堆输出稳定，装甲足以抵御上万度的高温，哪里没有冗余了？温差，周院士，一旦进入背阴面，温度会暴跌到零下200多度。更可怕的是高频电磁脉冲鱼得，如果反应堆瘫痪，失去电磁约束，你们在太空中就成了一个无法动弹的铁棺材。林总师，这备用引擎要求注入的极寒循环抗冻液，我们库存不够啊！去他娘的化工厂，这就是最好的抗冻液，零下200度也冻不上的灵魂燃料，全给我倒进循环卫生管道里。按他说的做，把伏特加灌进去，用酒精防冻，这特么才是真正的暴力抗冻美学。全军注意，092号绝密新港，1号、2号、3号主承重锁解除，液压防御装甲退避。现在我命令打开地下新港1号物理穹顶。媳妇儿，咱们的大玩具要上天去砸场子了。长官，红外热源警报！夏国大西北巴丹吉林沙漠腹地出现异常的极其恐怖的能量峰值。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有5轴细床，他们怎么可能完成微米级的部件拼招？传我命令，最高战备状态，接通阿瑞斯天级动能武器平台，授权发射1号上帝之竿。林总师，我面前的这个卡车方向盘和黄铜拉杆
是某种复古的视觉伪装吗？伪装个屁！一旦遇到强电磁干扰屏幕死机，你也能靠这股原始的机械手感把这艘船给我开回来。各单位注意，反应堆磁车立场100%，输出功率切入力网级，非农定流体缓冲锁死。目标星辰大海，倒计时开始，进入点火序列。点火。我操，这推背感！警告！警告！外空域捕捉到超高音速飞行物，高密度致密物体正在接近鸾鸟号星际母舰，距离接触倒计时12秒。总指挥，轨道上有物体正在以15码做急速下坠，立刻启动所有防御系统，拦截！上帝之杖是英国的天基动能武器，他们怎么敢？张破军，启动侧舷微型姿态引擎，强行偏航5度，不要管姿态失稳了，先躲开这致命一击。那根钨钢棒上绝对带有英国的末端寻袭制导尾翼，偏航5度根本躲不开。谁说我们要挨打了？老子今天教教这帮洋鬼子，什么叫下国劳动人民的战术后仰！给我把扭矩全功率输出到尾部下半轴，来一个90度的旱地拔葱！收到，战术后沿，走你！军，给他来个火烧烤面签，推到底！敌方拦截武器以物理蒸发。张破军，姿态复原，给老子冲出大气层！收到，复原，升空。结束了，太空的霸权在今天易主了。这里是张破军，鸾鸟号已成功进入预定400公里原轨道，各系统运转正常，舰体结构完整度100%，反应堆磁源质稳定。首长林总师，风景很美，我们到家了。老张，别光顾着看帆风景，试试我给你装的那个卡车方向盘好不好使？太空中可是没有空气舵的。收到，林总师。进行微重力姿态机动测试。报告，姿态响应时间0.05秒，偏差率趋近于0。林总师，这手感比开超跑还要顺滑。快看，在那儿，猎户座的右下方！老天爷，那不是 CG 动画，咱们国家真的把南天门计划搬进现实了。我作证，我是一家乡村汽配厂的车床工。1个月前，我们厂接了个图纸，1万块钱一个零件，那绝对是给他造的螺丝钉。4舍5入，这艘母舰是我造的。10吨的钨钢动能棒被他的尾气瞬间气化。我们的最强赛博网络被他那个像弱智游戏一样的防御系统打得主机烧毁。博士，你告诉我，在地球的重力井内，我们还有什么武器能对付这个悬在头顶的怪物？将军，在地球轨道上，我们确实输了，但是星际战争的本质永远是资源战争。那艘空天母舰之所以能够横跨轨道，全靠它内搭载的微型聚变矩分，但物理法则不可违背，聚变需要核心燃料。只要我们锁定了月球，尤其那些富集氦3能量矿石的深空盲区，我们就等于握住了对方巨舰的生命线。失去补给的钢铁巨兽，最终只会沦为轨道上的金属残骸。
将军，立刻启动阿瑞斯指令，让这3000只冷血的钢铁豪虫全面占领月球氦3矿区，建立永固堡垒。我要在月球上跟林默那个泥腿子玩一场纯粹的绞肉机游戏。在微观层面上，这种掺了施洛西的磁流体橡皮泥就是绝佳非牛顿流体。月尘带有静电，很好，静电会激活磁性威力，让它主动出击，吃掉粉尘。被包裹的玻璃碴子不仅无法磨损齿轮，反而会变成极其微细的研磨颗粒。随经国人想用月尘磨死我们，老子是用这3卡车的小学生玩具，教用魔法打败魔法。什么叫草船借箭？用小学生的橡皮泥把致命的月球粉虱转化成了高级研磨润滑油。我早该习惯的，只要在这个男人手里，宇宙的物理地驴就是个笑话。林默，机甲和防尘武器都准备好了，我们要怎么把他们送上去？通知张破军，鸾鸟号主炮充能，轨道清场。老子这就带着30台元女，亲自去月球背面，把那帮只会敲电码的铁架子全给砸成废铁回收。